屏幕前的有緣人，今天咱們來聊聊你心底那個最敏感、最不願觸碰的隱秘角落——怨恨。我知道，在你記憶的深處，必定存在着那麼一個人，或是某件事，至今回想起來，仍會讓你咬牙切齒，或是隱隱作痛。也許是曾經背叛你的伴侶，也許是處心積慮算計你的小人，又或許是那些未曾給予你足夠關愛的家人。你如同將這些傷害刻在石頭上一般，深深地銘記在心裡。你覺得只要不原諒那個傷害你的人，對方就會受到懲罰。你甚至在心底無數次幻想過如何報復，或是期待着看到他們遭到報應的那一天。從小到大，我們被教導要愛憎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於是你患上了一種名為意難平的心病，背着仇恨這個沉重的包袱，在人生的道路上舉步維艱。可是你有沒有發現，那些傷害過你的人早已開啟了他們的新生活，或許甚至早已忘卻了曾經對你做過的一切，而你卻將自己困在了過去的泥沼之中。你日復一日地用別人的過錯來懲罰自己，快樂逐漸被剝奪，睡眠也被攪得支離破碎，臉上的笑容愈發稀少。這種執着於仇恨的行為，就如同自己喝下毒藥，卻指望仇人因此而被毒死，實在是既傻又苦。舉一個話糙理不糙的例子，如果一個人罵了你一次，你記恨他一天，就相當於他罵了你一天；如果你記恨一個月，那就等於他罵了你一個月；如果你記恨他一年，那就相當於他罵了你整整一年。但如果你一輩子都記恨他骂你这件事，那就相當於他罵了你一輩子。這麼淺顯的道理，你應該能理解吧？來，朋友，深呼吸，請試着將那緊緊攥着過去的拳頭一點點地鬆開。我們無需用一生的時間去為一個根本不值得的人付出代價。在《道德經》裡，老子說了一段充滿大智慧卻又顛覆常人認知的話：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這段話堪稱治癒心靈創傷的終極解藥。老子說，去調和那種極為深重的怨恨，即便表面上和解了，內心必定還是會殘留餘怨。如此又怎能算得上是妥善的解決之道呢？那麼真正擁有大智慧的聖人會怎麼做呢？他就如同手裡握着借據的人，明明掌握着對方虧欠自己的證據，卻不會以此去苛責別人，不會拿着借據強行追討。很多人誤解了寬恕的含義，以為寬恕就是走到對方面前，說一句沒關係，我原諒你了。但老子告訴我們，這僅僅是和大怨，是一種強行的和解，你的內心依舊會感到委屈。真正的放下，是徹底撕掉那張欠條。朋友，我明白你受了委屈，也清楚道理在你這邊。你手中緊握着那張他欠你的借條，然而老子勸你不要再去追討這筆債了。為什麼呢？因為追討債務的過程意味着你依舊在與對方糾纏不清，正如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着你。當你與爛人纏鬥，你自己也難免會沾染一身污泥。寬恕並非是為了彰顯你有多高尚，更不是要證明那個人沒有做錯。寬恕僅僅是為了將你自身的能量從那個充斥着負能量的漩渦中抽離出來。我不要你還債了，不是因為我心胸寬廣，而是因為我不想再與你耗費精力，我嫌太累了。道理明白了，那我們究竟該如何放下心中的執念，真正做到釋懷呢？今天我教你3個具體的放手練習，幫助你將被卡住的能量收回來。第一個心法叫做恩怨剝離。找一個安靜的時段，拿出一張紙，鄭重地寫下那個讓你心生恨意之人的名字，然後
在心裡默默地對他說3句話：你做的事是錯的，我永遠都不會認同，但你的過錯，那是你需要背負的業力，我不會再替你承擔。從今天起，我和你兩清了。說完之後，將這張紙慢慢地撕碎，輕輕地扔進垃圾桶。這個小小的儀式是在向你的潛意識傳達一個信息：你並非是原諒了他的行為，而是徹底切斷了與他之間的能量連接。從此以後，他的一切好壞都與你再無關聯。第二個心法稱為轉念感恩，這一點或許有些難度，但倘若你能夠做到，你將實現徹底的蛻變。試着去思考，這個人或這件事的出現究竟教會了你什麼？比如被騙了錢財，他教會了你如何識人；遭遇感情背叛，他讓你學會了自立自強；經歷委屈磨難，他拓寬了你的格局。在心裡默默地默念：謝謝你給我上的這一課，我已經收到了學費，你可以離開了。當你成功地將傷害轉化為寶貴的經驗，那道傷疤便會幻化成一枚閃耀的勳章。此時，你不再是任人傷害的受害者，而是收穫成長的受益者。第3個心法叫做向前看，不回頭。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放不下過去，是因為當下的生活還不夠美好。倘若你每天都過得充實而有意義，擁有熱愛的事業，身邊圍繞着愛你的家人，你根本無暇去回想那些陳芝麻爛谷子的煩心事。所以，報復爛人的最佳方式，並非是去辱罵他們，而是要活得比他們精彩10000倍。把原本用來痛恨他們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努力賺錢、提升顏值、完善自我之上。告訴自己，我的前方是遼闊的星辰大海，我不應在陰暗的陰溝裡駐足停留。朋友，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你的內心原本純淨無瑕，不要讓那些不值得的人或事弄髒了你心靈的庭院。從今天起，試着做一個健忘的人，將過去的恩怨通通清理。當你學會放下的那一刻，你會驚喜地發現，自己的心胸變得更加寬廣，腳步也愈發輕盈。那個曾經束縛你的世界，突然間變得海闊天空，一片明朗。今晚就放下心中的執念吧，做一個清透自在的好夢。好，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點讚關注逸軒，我們下期見。